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开封，这里有一幅放大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《清明上河图》有多有名，就不用我多讲了吧。但是呢，没点文化还真看不懂呢。我买了一个小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这个视频咱们就讲点有文化的。这个《清明上河图》到底好在哪里？它里面画了些什么内容？它想反映什么问题？一起来看一下。先把画展开，这幅画真的太长了，一个桌子上都放不下。原画有5米多长呢，我这个是缩小版的，有3米多。那么这幅画到底画了个什么呀？它画的是北宋时期的开封市井生活。我们知道北宋的首都就是开封，开封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啊，相当于现在的北京。这是这幅画的总体背景。然后这幅画呢，作者是站在上帝视角画的，他是用的俯视的这个笔法来画的啊。这幅画因为太长了，我们看的时候呢，可以把它分成3部分。最中间这里呢是一座桥，然后结尾的地方是一个城楼，这就是表示进城了，开封城，当时世界上第一城市。开始呢是这个郊区，看这幅画呢就像一幅电影一样。电影刚开始呢，就是从郊区慢慢的，他就开始进城了。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，看到什么，他就全画在这张纸上了。这就是画的内容。下面咱们分开来看啊，先看第一部分。画卷一开始呢，这个开封的郊区城外人烟稀少，树林很茂密。这边有个人砍柴回来了，用驴呢驮的柴，然后他开始慢慢的进城。这边的时候呢，就有接亲的队伍啊，这里还有父子2个骑的驴啊，从城内往城外走，可能是要回家去了。这边呢，慢慢的房子啊就多起来了，路上的人也多起来了，可以看到有挑担子的、开店的，这是住宿的，各种的情景就开始来了。然后这里呢，就有了很多的船只。船上呢有很多货物，然后这里还有扛麻袋的，古时候的苦力。从这里就可以了解到北宋时期的船是什么样子的，当时他们住什么样的屋子，打扮是什么样的，就都能了解了。然后这条河呢是汴河，汴河是和京杭大运河相通的，南方的货物通过这条河就可以源源不断的送到开封来。可以看到河上面很多的船只，还是挺繁忙的。一直到这里就是第2部分中心点，这个就是整幅画的最中心，画的一个虹桥，一个拱桥，桥底下呢还有很多的船只要穿过这个桥，桥上面呢也是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的，南来的北往的，桥的2边呢有很多的商铺，特别的繁华。这里呢还有个隐藏的点，我们一会儿再讲。船一直走到这个地方呢，汴河就结束了，船只就要在这里靠码头，然后往岸上卸货。可以看到船这里呢搭的很多梯子，这就是往岸上卸货用的。卸完货再从岸上往上装货。可以看到岸边有很多挑货的人啊。然后这里码头肯定是最繁华、人最多的、最热闹的地方嘛。可以看到有各种的贩夫走卒啊，还有牛车，反正这里生意很好吧，特别热闹。再往这边走呢，这边有守城的官兵啊，很慵懒的坐在这里。然后这边牛车，还有坐轿子的，还有马车。这里看到了吗？还有挑扁担的，推独轮车的。反正各种贩夫走卒啊，有钱的你就可以坐轿子，没钱的呢推独轮车。还没有钱的去这边码头上扛麻袋当苦力，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现实啊。然后再往这里走就是城门，从这里就开始进了开封城了。之前那都是郊外，这就开始进城了。城内呢人更多了，大家看了没？这个密密麻麻的，说明城内更繁华。然后酒楼啊，各种的客栈啊，看这里还有个王员外家呢。上次我在清明上河园里面就有一个节目，就是王员外家抛绣球招亲的。然后这边有药铺啊、算命的，还有打井的，
然后这里呢还有个华盖，这是当官的嘛，你看出行的时候有人给打这个华盖。这边还有驾的4头驴的还是牛呢，在街上横冲直撞的啊。在城门的这里还可以看到2匹骆驼，这肯定是从西域那边过来的，那边都是沙漠嘛。我们知道宋朝的经济可是很强的，宋朝是很有钱的。一直到这里画就结束了，整幅画画的呢就是作者从郊外往城内走的过程，他把这一路的所见所闻都画下来了，一共画了是800多个人物。上至达官贵族，下至贩夫走卒、平民百姓，画的都非常的清楚，就是为我们了解1000年前北宋的人是怎么样生活的提供了一个范本，所以它的价值很大。从画中我们就能感受到北宋当时特别的繁华，这个繁华的景象，不愧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大都市啊。但是这幅画作为国宝啊，传世经典，它仅仅是画的这个繁华的景象吗？显然不止于此啊。所谓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我们在表面上看到的是北宋时期繁华的市井生活，其实呢，作者在画里面还隐藏了很多信息，就是繁华之下隐藏着危机。只有看到这幅画中的危机，你才能了解这幅画的精髓所在。咱们仔细看一下啊，这幅画中隐藏了很多的危机，我挑几个重点的说一下。首先，它最大的危机就在画的正中央虹桥这个位置。首先从构图上来看，竖向的拱桥，横向的汴河，这一横一竖在这里十字交叉，这就形成一个结构上的冲突。再看一下桥上面呢，这边有一个坐轿子的官员，这边有个骑马的官员，两个人呢迎面走来，谁都不相让啊，谁都不让谁，这又是一个矛盾点。再看一下桥下面这个有个船，这个船挺大的，但是我们看好像要翻了一样，这个船头已经翘起来了，而且船身是倾斜的，就感觉马上要翻了。船头呢有好多船夫拿着桨啊，好像要改变船的方向一样，因为船跑偏了嘛。而且大家看这个桅杆也没有放下来，你要穿过桥洞不放下桅杆怎么行啊？马上要撞上桥了，你船又走弯了，而且船头又翘起来，桅杆也不放下来。所以岸边的看这个人，他看得很着急啊，他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他估计在大声的喊，哎，船要翻了，你们快跑啊，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吧？而且这个桥上呢也有很多看热闹的人，也有很多人拿绳子抛下来要救船上的人啊。大家想一下，作者为什么要把一个快翻的船放在整座画的最中央？这肯定是有用意的，有含义的。我们如果把这艘船理解成北宋这个朝代，你一下就理解这幅画的含义了。因为这幅画画了20年以后，北宋就灭亡了，被金兵灭亡了。宋徽宗啊、宋钦宗啊这些皇室呀，都当了金兵的俘虏了，被人家俘虏到草原上，受尽各种凌辱。所以说这艘船现在看得很繁华，但是它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了。你如果前途你再不把方向调正啊，再不理顺这些关系，那等待你的只有是翻船，只有是覆灭了。所以这里画的船，还有桥上的文官武官围观的人，还有整体的十字交叉的构图，它都是一个矛盾点，大家仔细理解一下。再说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守城的官兵啊，我们看很慵懒的坐在城门口，这边甚至有一个人都躺下了啊，武器呢都斜放着靠着城墙上，就说明当时的武备松弛啊，然后纪律很松散。然后这边呢，这个城门，这是城外往城内走的，城门上居然没有人防守啊！一般这么重要的地方，肯定是有派兵把守的呢，是吧？比如说外国人来了，你要查身份证啊，或者问问你是从哪里来的呀。但是我们看这个居然是无人把守的。当时北宋的周边可不太平啊，有西夏呀、辽啊、金啊，然后他们会派人来刺探情报啊。
你看有这些西域的人啊，就往来的什么地方的人都有，居然无人把守啊。这也是作者一个暗喻。然后我们进了这里面看，这里是算命的一个铺子，很多人很迷茫啊，就问问自己的前程啊，来这里算命。这边呢有人在问路，不知道该去哪里啊，问一问路。这边呢是一个药店，这上面写的字呢是赵大夫家，这个是有含义的。为什么这个药店他姓赵？因为当时的皇帝就姓赵啊。别人来问这个皇帝，求医问药，说明这个国家他生病了。你这个姓赵的人作为掌权者，你该把这个国家带往什么地方？你该开个什么药方出来？面对着这些迷路的人，问自己前程的人，他们都很迷茫，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那么你这个姓赵的主事人，你应该带领他们，带领这个国家往什么方向上走呢？往哪条路上走呢？对不对？你作为这个大船的掌舵者，你要带领这个国家往什么地方走？所以这也是作者提出的疑问呐。经过我的讲解，大家现在应该知道这幅画画了什么内容了吧？表面上他画的是繁华的盛世，其实他画的是盛世之中的危机，这才是这幅画的精髓所在啊。那放到现在，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借鉴意义呢？就是我们要居安思危。好，这幅画就讲到这里了，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？可以在下面评论啊。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开封，今天来看一看黄河。看我身后啊，黄河母亲河，这个河面好宽呐。黄河在开封这一段非常值得一看，因为这一段叫做地上悬河。地上悬河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黄河的河床比开封市市区高了7到9米，7到9米有2到3层楼那么高吧，感觉头顶上悬了一条河一样，所以叫做地上悬河。这地上悬河危害很大的，因为一旦它决口的时候，这河水就可以顺流而下，淹没开封了。历史上开封被淹了上百次呢，所以开封有一种说法是城落城，地下落了6座城呢。因为它淹一次，这个黄河里的泥沙就淤积一层。在这里可能感觉不到它是地上悬河，我放一个示意图看一下吧，一目了然。从这个图上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，黄河的河床是高于开封市区的，所以黄河一旦决口，开封就遭殃了。这就是地上悬河了，到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它呀。我现在黄河岸边的堤坝上，每隔一段就会修一个这个堤坝，一连修了好几十个呢。看看黄河的河面啊，非常的宽阔，最宽的有好几公里长呢。黄河里面很多漩涡的，还有暗流，还有暗礁。为什么叫黄河？看一下这个水面啊，果然是黄的呀。再往下流就是兰考县，再流过济南，然后从营口汇入渤海了。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往这边看一下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上游不远的地方就是郑州，出了郑州的邙山，这个黄河水再也没有大山阻隔了，一路都是平原，奔腾而下。那里还停着一条船呢，看着像是旅游船。这个地方是黄河旅游区，但现在没什么游客啊。这一片大的空地应该是黄河的泄洪区，与汛期来临的时候，黄河水位上涨，就会把这一块淹了。这一大片泄洪区应该是不能种庄稼，也不能盖房子，不能有人居住的，就是为了防止黄河水患给它留的这个泄洪的地方，特别长。下面我就用无人机来航拍一下这段地上悬河吧，空中视野看得很清楚。开封在历史上被黄河水淹了上百次，其中比较严重的有这么几次。第一次呢，是战国时期秦国攻打魏国，决开黄河，水淹开封。然后是明末崇祯年间，官军围剿农民起义军，闯王李自成，决开黄河，水淹开封。再就是1841年道光年间，黄河决口，
皇帝派林则徐来开封这边赈灾，然后38年的时候，为了阻击日军，又把黄河决口又淹了一次开封。这几次情况都是比较严重的。这边有个大叔在放羊啊，看看有多少头羊。40多个啊，40多个，2000块钱一只，40只8万块钱。这大叔带着8万块钱在黄河边遛弯呢，太有钱了。大叔你好，比打工挣钱多了。打工，打1年不一定能挣8万块钱。好的，关于开封的黄河就拍到这里了。这里真的是太晒了，我赶紧要走了。过2天去郑州再看一看黄河。好，拜拜。